Alexa, Arbeitslicht an。因为疫情的原因，4月到现在都是居家办公，而且似乎还要持续更久。于是我们终于决定升级家里的办公区啦。买了个可以升降的桌腿，选的是可以延展到 1.9 米宽的款式，因为我们打算用家里剩余的木地板做桌面。木地板的长度是 2.2 米，4块地板拼在一起，木纹表面的宽度是72厘米，侧面有 click 的结构，还会凸出来一点，总宽度是 74.5厘米，作为一张书桌正合适。木地板的短边也有 click 的结构，这些我们不需要，所以切掉了这一条凸出来的细边。木地板毕竟不是一整块木头，强度不够，所以我们要在底部加固一块完整的多层板，也叫胶合板。国民神车高尔夫可以运 2.2 米长的板哦。把拼好的木地板面朝下，清洁干净背面的木屑和灰尘，然后涂上强力胶，四边都要涂得比较密，中间稀一点没有关系。再把多层板盖在上面，一定要仔细对齐每条边。为了把2块板牢牢地固定住，我们还钉了螺丝。螺丝的长度比多层板的厚度长3毫米，可以抓住木地板的同时，也不担心它穿破。把桌架倒置在桌板上，把中间横梁部分的几颗螺丝都松开，确认桌子在中心位置之后，用螺丝把桌架和桌板固定在一起。按照说明书接上电线。现在我们的新桌子差不多成型啦，放上一些重物，让胶水固化48个小时。翻过来之前还做了几个桌角的保护垫。现在的桌子特别的重，一定要非常小心伤到腰。我们把它放在包装纸上，这样比较方便在地板上滑动。测试了一下，已经可以用啦。桌板的边缘不能裸露啊！我们找到了这样的木条，是用来制作画框的，它正好能搭在突出的小台阶上。然后我们用水性木材染色料，把几个收边用的木条染成了接近橡木地板的颜色。前后左右各一条，一共4条，刷好啦，让它们自然风干6个小时。先固定最外侧的 L 型木条，给它的内侧涂上2条强力胶，然后对准桌子的边缘粘上。如果没有可以侧面用力的夹子，可以像这样拉紧一块有弹性的布，用普通的夹子上下夹住。侧面的2条边也是用强力胶固定的，因为它们比较轻，就用胶带粘住就可以啦。胶水固化2天之后，拆掉夹子，完成了3条边。现在我们处理靠墙的那一侧，先挂上了一个隔板篮筐，放进了2个接线板和所有插头，买了一条3米长的 LED 霓虹灯带，这种灯带有半透明的硅胶包裹，光很连续。我们需要 2.2 米长的灯带，测量了一下，在 2.2 米处的小黑点画线。灯带的背面每隔 2.5 厘米就有一颗小黑点，这些都是可以切割的点。剪下我们需要的长度，把灯带铺在木地板凸出来的 click 结构上，宽度正好一致。盖上已经染好颜色的小木条，这就相当于一个 LED 的灯槽。把插头接在桌底的智能接线板上。Alexa, Arbeitslicht an。现在大部分的线都已经隐藏到了桌面以下了。用无痕胶理线器把桌面的充电线也整理了一下。因为桌子会升高，这些垂下来的电线会很明显，所以整理一下，让它们尽量贴近桌底。
完成啦！现在的办公区更美也更智能啦，自己做的桌面和家里更匹配。Alexa, Arbeitslicht an. 每个工作日的早上，插座会自动打开所有的电脑和显示器。黄昏的时候，它又会打开 LED 灯带，给我们增加灯光。接下来还会有很长时间居家办公，即便疫情过去，这也会成为不可逆的风潮。升降的桌子可以给宅在家的我们增加一点点的运动量。啊，对了，我最喜欢的 Alexa 指令就是 Alexa Feierabend。